相信只要接触过潮流服饰的人，一定都有耳闻过日本制牛仔裤。高级的布料、扎实的手感、经年累月自然的落色效果，甚至被誉为男人衣柜必须拥有的单品。但牛仔裤明明是1873年在美国发明的，为什么最终代表会在日本？又为什么在冈山？举世闻名的职人文化到底厉害在哪？这趟让我们深入冈山，一起来见证日本制牛仔裤的从无到有。嗨，大家好，我是 Kevin。日牛相信对于喜欢日潮的人一定不陌生，一条好的日本制牛仔裤一定都是我们日系搭配爱好者心中衣柜的梦幻逸品。那我们这一次呢，来到了冈山儿岛的牛仔裤一条街。重点是这一次呢，是受到了冈山牛仔裤品牌桃太郎的邀请，不只是逛店而已，我们要去参观一条牛仔裤从纱线到染色到缝制是怎样一步一步完成的，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裤子哪边可以买。但开始之前呢，先去逛一下他们的牛仔裤一条街的本店，先挑一条我自己的第一条桃太郎牛仔裤 ，Let's go。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听到说水洗牛仔裤，就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单品就是长那样？但其实呢，牛仔外套、牛仔裤的原型都是长像这样，原色的，经年累月穿下来，在洗之后会产生色落，才会变成是这个样子。然后刚刚店员要给我们看他们这一件是他穿了4年，就会从原色变成是这样的颜色。所以一条好的日本制牛仔裤，除了可以陪你很久之外，它会记录你的人生，所以可以自己养出一条属于你个人的牛仔外套或牛仔裤，也是日牛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地方。然后他们这边呢，就是有展示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水洗情况，然后不同的布料，自己觉得逛起来有一种在逛博物馆的感觉。好，各位已经选好牛仔裤了。这条呢就是他们的 Standard 系列的 Wide。以前的日牛都是比较直筒、比较窄嘛，那现在它就有这种比较宽松的版型，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一点。然后本来的裤长呢非常的长，然后是可以调整的。那你改过之后呢，露出一小节，完美。选好裤子，接着我们去参观一下一条牛仔裤是如何一步一步制成的。Let's go。首先，第一步，蓝染，品牌独有的特浓蓝就是在这边完成染色。关于日本与蓝染的关联，最早是在奈良时代传入，并在江户时期因为平民的服装颜色受到限制，耐穿的蓝染布料便在民间普及，所以蓝染工艺非常深植日本文化。大致流程先从这一代最初始的原料艾开始，经过100天的发酵，形成染料的原型 Tsukumo， 最后加水制成染液，并由职人反复染色。据说要达成品牌专属的特浓蓝，必须经过数十次的重复染色。耳闻这项技术非常多年，实际看到过程真的非常兴奋。再来第二站，日牛的制作核心老式织布机。以前我们都只能看到裤子的样子，但你现在能看到布的样子，以及当布形成之前还是纱线的时候，自己觉得很震撼啦。因为就是小时候看这么多，到现在终于知道它是怎么够形成的。那形成方式呢，就是这边会有线的排列嘛，然后两边的白线呢，以及老式织布机的一大重点。就是这边的这个小工具，牛仔布呢是直柱的线跟横的线缝在一起的，这边呢就是排列好了直的线，这个小东西它就是操作横的线。那一般的牛仔布呢，直的线就会是蓝色，横的线就会是白色。很里面就看得到它的布在还没有压到这么密之前，就可以看到它的蓝色的布的线里面有透一点白色的线，压好紧密出来之后，就会形成这块布，然后两边呢就是天然形成的布边。老式织布机织出来的布呢，你在抚摸的时候，它的表层会带有那种很自然凹凸的纹理感。这个纹理就是日牛我自己觉得它最有魅力的地方。虽然它并不是新技术，可是这种比较有温度的布料，我自己觉得做在牛仔裤上，就是让它可以这么经年累月下耐穿耐看，然后越穿越好看的一个特性。另外，我刚才知道就是大家以前常说的赤耳布边嘛，就是红色的一个布边。我以为那个颜色可能是每个机台固定限制，但其实那不是，那只是每个品牌做的一个自家品牌的区别方式。那目前这边呢，他们在缝制的布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品牌叫 Japan Blue Jeans 的布，大家可以看它的旁边的布边就是蓝色的，所以像 Momotaro 是桃太郎粉红色嘛，就是一样，它把粉红色排列在两侧，所以颜色的差别其实是这样产生的。
虽然现代织布机也能透过调整达到类似的布边效果，但这种原汁原味的制成底蕴，大概就是日本职人令人如此着迷的原因吧。再来呢，我们现在回到了又是他们在牛仔裤一条街的本店，然后这边有个很酷的东西，就是我现在身后的这一台呢，全世界就只有这一台，然后它的起源非常的酷，因为 Momotaro 它毕竟是一个冈山的牌子，想要展示日本的职人精神嘛。前面刚刚的织布厂呢是老式的织布机，那是用机器做布，但是呢，他们的创办人希望可以用日本手工的方式来织出牛仔布。这个呢是早期传统的日本织布机，但是因为原本的织布机无法织出需要的丹宁布，因此他们就把这一台改良成了这一个全世界仅有一台可以人工织出牛仔布的。然后这一位师傅呢，他也是唯一一个会操作这个机器的。然后他刚刚的整个动作啊，超级细心，织出一块布要花非常多的时间。那机器织布跟人工织布呢，我以为差别应该不大，但差别超级大。这一条呢，就是他们目前这间店才有展示的，用那台机器织出来的布做出来的牛仔裤。那位桃太郎他们在24年的时候有做重新的 rebranding 吧，所以他们这个系列以前叫金丹，目前已经没有卖了。它在触感上一样是有那种很天然的凹凸纹理，然后它的布非常的柔软，就是它这个触感我很难用言语形容，它就真的是在保有牛仔布的那种粗犷复古纹理之外，它上手的质感很舒服，很柔软。我真的没有想到一块布用机器织跟人工织会差这么多。背后呢，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以前的月牙图案，然后呢也是使用了不同程度染的纱线去织出来的。你第一眼看它是一个很基本的牛仔裤，但是你上手一摸之后，它的质感真的是非常的高级。之后出的话，刚好问到，可能价格会是到40-50万日币，非常的高，但我觉得完全合理。毕竟世界上只有一台，又只有一位师傅会操作，耗时要1年，我觉得它已经不是一般的服装单品，它已经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而且也是透过这一件裤子，真的可以了解到日本的那种传统工艺，就真的是把美式复古单品用日本的血重新做出来。大家有觉得来儿岛的话，一定要试一下这块布的质感，很棒。最后，我们来参观 Momotaro Jeans 的缝制工厂，丝混纺或 cashmere 混纺的布料，因为布性特殊，便需要人工亲手缝制。看着这过程，真的是觉得非常酷。职人看我兴致勃勃，还让我尝试了自己打铆钉，今天真的是有够快乐。OK， 参观完工厂，接着我们来到的是他们位在福冈开设的新店。大家看到这个外观，不要怀疑，就是这一间。我觉得他们的除了衣服好之外，这间的装潢我觉得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低调。整间店呢，就是使用了这一种有点像施工中的建筑的那一种铁皮的感觉，然后这材质啊很酷，它不是铁，是很像是石头之类的。他们就是希望可以营造，因为当时在福冈那边呢，织布机是工厂的外观嘛，他们想要把这个工厂的感觉移植到城市里面，然后就变成是现在这个样子，非常的低调。而且因为它整个表面呢是圆弧的形状，所以整个外观的样子呢的光影就会随着你的光线而一直有变化。进来之后呢，会先进入一个类似庭园的地方，然后因为在儿岛那边，在户一条街他们的本店对面呢是有一个老宅，老宅里面呢有老式建筑，也有一些植栽，他们呢就把那个地方的植栽的品种移植到了这个地方，所以这边的所有植栽的品种呢，都是在儿岛那条街里面的那个老宅的植物，就是有点把儿岛的氛围还原到福冈的城市里面，但是又把整栋建筑是融合在福冈的市区里面。然后一进来之后啊，整间店就是非常的现代，因为他们整个品牌有重新调整过，在氛围上就会变得有别于他们本店是比较复古的感觉，福冈店就会变得比较现代，然后整个光线跟质感都会比较简约一些。进来的这一个中岛呢，它的材质是铝，就是一样还原工厂的质感。然后呢，上面有展示了5个树脂块，分别是牛仔裤在制成的各个阶段。所以如果真的没有机会去儿岛看他们的工厂，这边也可以看到，就是你的牛仔裤从一开始到最后的样子。另外呢，旁边也有展示了很多他们用以前传统的日本装饰品来点缀店家。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这个木盒呢，我之前有，可是比较基本的原木色。昨天我们去看了他们的蓝染厂啊，就是一缸一缸一缸的。这个呢，就是把整个原木色放进去染，
然后出来就变成这样，有点想要等下把它带回家。好，那除了丹宁单品之外，他们的2楼也有展示了非常多其他的单品。他们现在除了牛仔裤、牛仔外套之外，也会有像 T 恤或是衬衫或衬衫外套之类的。像这一件 T 恤呢，它看起来是一般的棉 T， 但它里面混了一个很有趣的材质，叫津巴韦棉。他们牛仔裤呢，就是使用津巴韦棉制成的。T 恤呢，就一样有混入了它的材质。我觉得在寓意上可以延续牛仔裤，自己觉得很有趣，很有品牌的调性。再来就是它整体的挺度呢，我觉得也特别，就是挺中带软，然后上面呢还有带一点天然的纹理。再来这件衬衫呢，它是使用了 Sprima 棉，它整件的质感我觉得也很好。就是一件素面的衬衫，它的光泽我觉得很高级，它不是那种像缎面的丝光感，而是稍微带一点毛感，隐隐约约的反映出它有点内敛的光泽，再配上它本身比较柔软的质感，这件上身的效果我自己觉得很高级。还有这一件也非常的有趣，这一件的花衬衫它有2个颜色，它的整个图案呢是制盐产业的各个情境。尔岛呢，它是一个盛产盐的地方，盐会促成棉花的发展，这也是一开始尔岛会很盛行纺织的原因。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历史故事呢做成了一件衬衫，这个飘逸感，夏天穿非常的舒服。另外，大家如果有来试衣服的话，我很推荐你们可以来2楼的试衣间。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它整个更衣间呢，顶部是用光膜。所以进来的光超级自然，很像是就是自然光的感觉。然后里面呢是用了万花筒的意象，所以四面全部都是镜子。这更衣间质感我觉得很高级，而且它的地板啊，你这样看会以为是大块的大理石嘛，但是它其实是瓷砖地跟地毯的拼接，只是你第一眼看会有一点像黑白的大理石，太漂亮了吧！再来呢，到了重头戏，就是我身后展示的全部丹宁单品，跟大家介绍他们的系列。他们的系列呢，一共主要有3大种。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个 Standard 的系列，它整体呢会比较现代，然后看起来比较简约利落的感觉。再来就是 Exclusive 高级系列，这个系列呢非常的特别，他们的棉是使用了特殊高级材质混纺的。一个呢把 Cashmere 混纺进去，另一个的话是把丝 Silk 混纺进去。所以大家看一下，丝的就会带一点很高级的光泽感 ，Cashmere 的话呢，则是在内里摸起来带一个毛感，触感会更温润一点。然后这2块的布呢，因为是特殊的工法，所以当时我们昨天在老师织布机那边是否跟我们聊到这2个布啊，因为直的是一般的丹宁的棉，但横的话呢，就会是丝绸或是 Cashmere， 因为2种线的特性跟棉不一样，所以当时师傅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调教它。再来就是他们在织好布之后的布性跟一般的牛仔布也不一样，车间就看到有很多的职人在现场车缝，就是在缝这一个，他们的制程上就会再更复杂一些。再来呢就是 Classic 系列，这个系列就有品牌最著名的2杠。品牌的名称呢叫桃太郎。那桃太郎的童话中，当时他要去打鬼的时候，拿的那个旗帜上面就有这个2杠，一粗一细。他们就把那个意象呢移植到了单品上，算是一个很标志的设计。然后布料的话跟 Standard 也不一样 ，Standard 整体呢会比较素面，然后看起来比较深一点。那这个的话，他们在织的时候，直线的部分会比 Standard 少一点。织好之后呢，它的布大家看一下，就会稍微看得到比较多白色的线的感觉。然后这件呢也有经过1次的下水，所以它在视觉上就会再更复古，有点古着的那一种复古感。然后除了新品之外呢，他们这边跟本店一样，都有展示了外套或裤子。经过着用之后，不同的时间跟不同的习惯形成的刷色，我自己觉得他们旁边的这个杠杠啊，经过着用之后会稍微产生一点落色，会看起来更高级。3大系列之外，还有另一个是属于夏季专用的，就是他们开发的一个11盎司的系列，它就在保持了品牌的经典基底下，变得比较薄一点点。外套跟裤子都是更适合比较热的天气或台湾的天气去着用。除了布料之外，品牌厉害的地方还有个点，就是他们在每个布料下都会有不同的版型，其中最多的就是他们的 Standard 系列，一共有5个版型，从合身、上宽下窄、窄直筒、直筒跟宽，一共5个。那以流行性来看的话，我自己最推的就会是后面2个直筒
跟宽版，也是我觉得最适合各身高的。毕竟窄的我觉得比较吃身材优势，宽版的跟直筒的觉得比较符合多数人的身形。那我自己的话，因为喜欢宽松，所以就选择的是他们的宽版。我真的很开心，因为以往经典的日系牛仔裤品牌，他们都会是做真的比较合身一些，我就没那么适合。他们现在呢做的比较宽版一点，风格上就更符合我自己现在的喜好，我觉得也更符合现在大部分的人习惯的穿搭版型啊。然后裤长的部分呢，因为他们为了因应各个的身形，所以他们在裤长的本来设定会做的比较长一点。但是大家不用担心，他们的每间店都可以免费改裤长。然后改裤长最怕的一点就是要等很久，或者是改好后的缝线跟本来不一样。但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你即便是在旅游的，他们的裤子当天修改，当天可以直接拿。缝法呢跟原本的一模一样，都是使用了老式的锁链车缝，所以你改完了基本上看不出来，就是一条符合自己身形、你自己的一条牛仔裤。然后裤子之外呢，外套也有分3种，1、2、3代。那除了 standard 之外呢，其他的系列也有不同的版型，但是每个支线都会稍微不一样，大家可以再参考一下这一张图。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桃太郎完整分享，从牛仔裤的制成到商品到店铺，真的是非常的荣幸被邀请。听到日牛这么久，终于第一次完整的参观到它的制成跟每一个原料跟设计的所有细节，我真的是觉得超级开心，也超级荣幸的。那如果各位你也是跟我一样喜欢日潮、喜欢日系的搭配，想要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身形适合的版型，然后可以慢慢穿很久，今年呢又跟自己一起长大、一起变化牛仔裤的话 ，Motoro 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各种的材质，有现代、有高级、有复古，各种版型，而且店内可以直接改裤长。作为第一条日牛，真的是非常的适合。那他们现在福冈店呢全新开幕，福冈是现在大家旅游的一个算首选之一吧。有来的话，这间店真的可以来逛一下。旅游之外，也可以带着一位将来与你一起长大共患难的单宁好伙伴回家。好，那这影片就到这边，就看一场铃铛，然后订阅频道，还有 IG。那我是 Kevin，我们下次见。